托梦第2章，狂躁的病人。滚！你给我滚！早餐前，整个沉睡中的住院部被一声极其难听的辱骂声彻底惊醒。难听的不只是干哑的嗓音，还有能穿透整个病区的音量。最致命的是，每一句当中只要有你字，后面必然会附带一个女性亲属及其某个器官。这一层是神经科的住院部，相对于其他科室来说，人并不算太多，一般都是些失眠、神经衰弱或者脑血管疾病及术后恢复的病人。总的来说，这里不是精神病院。这个老头刚住进来没有几天，但这一层每一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。测你妈什么测？滚！叫齐医生来！一声难以入耳的叫骂后，西侧病房里跑出来一位淡粉色着装的小护士，手里拿着血压仪，一路小跑一路哭。早班医生刚到办公室就听到了骂声，起身几个箭步快速地向外走去。带过的一阵劲风迎面吹在小护士的脸上，医生转过头看了他一眼，安慰性质地点了点头，便径直走向了病房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医生表情严肃地质问。护士好心给你测餐前血糖血压，人家也没招惹你，你这样下次谁还给你治病？我叫他给我安眠药吃，他也不说话。我问他是不是聋了还是怎的？老人道，药由我来开，护士没有权利给你开药吃的，好吗？医生道。那他又不说话，我不叫他滚，留着又有什么用？老人埋怨道。天天不是给我扎针，就是测这个测那个，你妈我手都要被他们扎烂了。护士对你都有负面情绪，我回头会跟他们反映这件事情。但是，医生叹了一口气道，但是你难道自己不清楚是什么原因，他们才会这样躲着你吗？齐医生啊，老人道，我林某人一辈子就是这样，走到哪有脾气就要罚。老人喘了口气，接着道，我这辈子无儿无女，无牵无挂，我有的是钱，你知道吗？你测不测我都不在乎，到时候都记账上就行了。一旁的齐医生有些生气，脸色很难看，却也不好说他什么，毕竟是一个快入土的人，这一点老人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要不是那帮狗日的把我气出病，老子也不会死在这儿。老人愤恨地道。齐医生啊，你要替我做主，我搞不懂现在的世道。这个院子是我父亲留下的，是到我这儿就快要结束了，但没他们那么办事的，你知道吗？老人开始喘粗气，接着道，老子还没死，老子不同意，他们就不能拆。老人表情有些难受，皱紧了眉头，低声呻吟了2下，接着道，我不懂请律师啊，齐医生，我相信你能理解我，老子就是心里捋不直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没少跟狠人打交道，我又不是怂人，这帮小崽子给我减掉10年，我抱他们个个都抖活我。老人开始喘得越来越厉害，齐医生见势迅速上前按住老人，
另一只手熟练地戴上听诊器，低声道：“你先别说话。”听诊器在老人胸前移动了几下，齐医生听了片刻，皱起了眉头，语速缓慢地道：“你这时候说这种话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给你减掉10年，又能怎样？”老人微微侧着头喘气，并不言语。齐医生接着道：“这几年拆迁的都发财了，你这么大岁数，一个人过得也自在，拆了迁换套舒服点的房子，安享晚年，不好吗？再说，不是还有一笔赔偿金吗？多少人都盼着拆，等着翻身呢。你倒好，你非要天天跟自己过不去啊。”齐医生啊，老人语气稍显缓和了些，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这个房子，我说句实话，我父亲留下来的字画，我随便捡一幅卖出去就够我花的了。我是这么大年纪了，土都快淹过眉毛了，钱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。我不是说嫌他们赔的钱少，我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他们就是看我老了，想动我的手。他们越是这样，我越是不同意。死了便罢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他们想都别想。”齐医生摇着头，显然是无可奈何，开玩笑的道：“那怎么着？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来说，除非是都给你换掉。”“不必了。”老人边咳嗽边摆摆手道：“我是不想遭那个罪了，就算给我换个心脏，恐怕没几年也就造得差不多了。”齐医生笑着摇了摇头，老人指了指他道：“齐医生，你帮我找个律师，钱的事情你尽管放心，要多少我都给，只要在我有生之年保住这个院子，我做什么都值得。你就别烦心了，踏踏实实在这配合治疗，过2天我休息了，再替你想想办法，好吧？我相信只要你不同意，他们也不敢轻易乱来，你就别管他们怎么说了。你想啊，要是把自己气到个怎么样，不是正合他们意吗？”齐医生安慰道。老人叹了口气，又开口道：“这个房子我是舍不得，但我这么大年纪了，身体又不好，舍不得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一死，还不是由人处置。”齐医生也叹了口气，表示无奈。老人接着道：“其实这个房子我知道迟早是要被拆掉的，但是这个白果树是上面留下来的，多少年了，那个时候是我拿命换下来的，现在是真的没脸见先祖了。”老人的语气中带着自责。齐医生突然明白了老人的意思，道：“你放心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相信这个忙我还是能帮得上的。”老人瞬间眼泪纵横，伸手用力地抓住齐医生的手，道：“我算是遇到贵人了，齐医生。”齐医生刚想说什么，却突然惊呼一声，反过来紧紧抓着林老头的手，另一只手探起额头，低呼不好。“我的天，怎么这么烫？”林老头被抓住的手臂略微抬起，病号服很宽松，袖口自然地向肘关节收缩，手臂外侧露出了一条暗红色的伤痕。从颜色和深度来看，像是抓伤，伤口不算太深，但也绝不算浅，还有微微渗血的迹象。“这是怎么弄的？”齐医生的语气变得相当严肃。这个是我被猫抓的。”林老头支支吾吾的道：“这只猫平时不接近人，
只抓鸟，也从不挠人，真没想到，突然就扑过来了。齐医生的额头瞬间冒出冷汗。什么时候？齐医生问。昨晚。老人道。